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手的阿修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我們常常聽到 AI agents， 也就是 AI 代理人這個詞，對吧？但它聽起來總是有點神秘，像個黑盒子，很少有人真正知道，當這些 AI 代理人被放進真實世界裡，他們到底在做什麼？人類又是怎麼跟他們互動的？今天我們就要拿着權威 AI 公司 Anthropic 最新發布的一份報告，把它當作我們的探照燈，一起來深入調查這個 AI 黑盒子的內部運作。這次的解析我們會分成6個步驟來走。首先，我們會先定義清楚到底什麼是 AI 代理人，以及為什麼研究它這麼困難。接着，我們會追蹤一個很關鍵的趨勢，它的自主性是怎麼悄悄擴張的。再來，我們會深入分析一個超級有趣的矛盾現象：為什麼經驗越豐富的老手反而越常打斷 AI？然後我們會換個角度，看看 AI 自己是怎麼踩剎車來確保任務安全的。第5部分，我們會把鏡頭拉遠，看看這些代理人目前主要被用在哪些高風險的領域。最後，我們會根據所有的發現，總結出未來人機協作的幾個關鍵方向。好的，那我們就直接切入正題，進入第1部分，先來一起解密 AI 代理人這個黑盒子。在我們深入挖掘數據之前，必須先建立一個共同的理解基礎。我們先來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：AI 代理人這個詞現在真的是滿天飛，從科技新聞到公司的內部簡報，可以說是無所不在。但說真的，你有沒有停下來想過，它到底代表什麼？其實大部分人的理解可能都還是有點模糊，這也就是我們今天第1個要釐清的重點。根據 Anthropic 這份報告的定義，其實非常直接。所謂的 AI 代理人，它本質上是一個 AI 系統，但重點是，它不只是能跟你聊天而已哦，它還被賦予了工具，讓它可以實際採取行動。這些行動可以是跑一段程式碼，呼叫外部的應用程式界面，也就是我們常說的 API， 甚至是自己發送訊息。你可以把 API 想象成是不同軟體之間的翻譯官或點餐窗口。AI 代理人就是透過這個窗口去指揮其他的程式幫他做事，所以關鍵字就是行動。這就讓他從一個被動的資訊提供者變成了一個主動的任務執行者。那要怎麼研究這個黑盒子呢？ Anthropic 其實用了2種非常聰明的方法，從2個不同的角度切入。第一種是分析他們公開的 API 數據，這就像是從一個廣角鏡頭在看，可以看到成千上萬個客戶是怎麼使用代理人的，視野非常廣。但缺點是你只能看到一個個獨立的動作，沒辦法串聯成一個完整的故事。所以他們用了第2種方法，就是深入分析他們自家的產品 Claude Code， 這就像是用顯微鏡，你可以看到一個任務從頭到尾的完整流程，但缺點就是這畢竟只是單一產品的數據嘛，所以只有結合這2種視角，一個廣一個深，才能拼湊出一個比較全面的圖像。好的，有了基本概念之後，我們來看第1個驚人的發現。我們調查的第1條線索就指向 AI 代理人正在用一種我們可能沒注意到的方式，自己獨立工作的時間變得越來越長了。重點來了，研究團隊觀察到如果我們去看那些最頂尖、最複雜的任務，會發現一個非常明確的趨勢：人類放手讓 AI 自己連續工作的時間正在快速的拉長。這不是那種微幅的成長而是非常顯著的擴張。數字會說話，數據顯示，如果我們去看所有工作任務中時間長度排在最前面1/1000的那些，也就是所謂的99.9百分位數，這些超級任務的自主工作時長，在短短3個月內就從不到25分鐘幾乎翻倍重漲到超過45分鐘。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訊號，它代表那些最前沿的使用者正在賦予 AI 權力去處理越來越複雜、耗時越來越長的工作。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。Anthropic 基於這個數據提出了一個叫做部署懸置或部署餘裕 （deployment overhang） 的概念。這句話聽起來有點學術，但意思其實很簡單。他說的是，我們現在 AI 模型的能力其實已經遠遠超過我們敢放手讓它去做事的程度。這就像是你有一台法拉利，但你只敢在市區開時速40公里。
AI 的潛力還遠遠沒有被我們完全發揮出來。而這個能力跟實際應用之間的巨大落差，就是所謂的部屬懸置。剛剛看到的數據顯示，這個差距正在慢慢被拉近。我們繼續聊下去。剛剛看到 AI 的自主性在提升，那身為人類的我們又是怎麼應對的呢？這就帶我們來到第3部分，一個充滿矛盾卻又非常有趣的發現，那就是經驗豐富的老手用戶，他們的監督方式跟新手是完全不同的。這裡出現了一個非常鮮明的對比。新手用戶，也就是使用次數少於50次的人，他們通常非常謹慎，傾向於 AI 每做一步，他們就要手動看過、批准一次才敢放心。但是經驗豐富的老鳥，那些已經跟 AI 互動超過750次的用戶，他們反而更願意直接按下自動批准，讓 AI 自己跑完整個流程。數據也證實了這一點。研究發現，新手用戶大概只有20%左右會使用完全自動批准這個功能，但是這個信任感會隨着使用者的經驗累積而穩定成長。到了老手用戶那邊，使用自動批准的比例直接翻了1倍，超過了40%。這聽起來很合理，對吧？越用越熟嘛，自然就越信任它。但奇怪的地方就來了。照理說，你越信任它，應該就越少干預它，對吧？可是數據卻顯示了完全相反的情況。新手用戶打斷 AI 執行的比例大概是5%，而那些經驗豐富的老手打斷的比例反而更高，來到了將近9%。這不是很矛盾嗎？你一邊授權它自動跑，一邊又更頻繁地去打斷它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這就是整個發現最精華的地方。這個矛盾其實反映了一種監督策略的進化。新手用戶就像一個事必躬親的新手主管，他必須看過員工的每一個步驟才放心，所以他當然很少需要中途喊停，因為他從一開始就在控制了。而老手用戶則更像一個資深的總監，他信任他底下有能力的團隊，所以他放手讓團隊自主運作，但他並沒有真的走開，他是在一旁做積極的策略性的監控。他知道什麼時候是關鍵節點，什麼時候該介入給予方向或修正。所以更高的打斷率並不代表不信任，反而代表的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監督技巧。剛剛我們都在談人類怎麼監督 AI， 但 Anthropic 的報告揭示了另外一個很有趣的面向。AI 並不是一個被動的工具，它在整個安全互動的過程中也扮演了非常主動的角色。這個發現真的很有意思。研究顯示，尤其是在處理那些最複雜的任務時， AI 也就是 Anthropic 的模型 Claude，他自己停下來，主動向人類尋求指示或問問題的頻率，竟然是人類去打斷他的2倍還多。這代表什麼？這代表 AI 其實比我們想象的還要謹慎，它會主動踩剎車，來確保自己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。那 AI 跟人類各自踩剎車的原因又有什麼不一樣呢？這點就更有趣了，更能看出兩邊思維的差異。AI 這邊會停下來，最常見的原因佔了35%，是為了提供選項，讓使用者來做決定；其次是為了收集更多診斷資訊，或是釐清模糊的指令。你看，這些都是策略性的暫停。反觀我們人類打斷 AI， 最常見的原因佔了32%，是為了補充 AI 不知道的資訊或修正錯誤。第二個原因竟然是因為 AI 跑太慢或卡住了。這說明了 AI 的暫停是為了確保任務品質，而人類的打斷很多時候是為了修正或是解決技術問題。好了，調查到這裡，我們已經了解了人機互動的微觀動態。現在，讓我們把鏡頭拉遠，看看 AI 代理人應用的宏觀全景，來評估一下真實的風險到底在哪裡。從數據分布來看，目前 AI 代理人的應用領域可以說是相當集中。軟體工程這個領域幾乎佔據了半壁江山，將近49%。這其實很合理，
因為工程師就是最早接觸並且在開發這些工具的群體。而在這之後，像是商業智慧、客戶服務、銷售等等領域，雖然也開始有應用，但佔比都還在5%以下徘徊。這顯示出大多數的行業其實還在非常早期的實驗階段。不過，報告也特別指出了幾個正在萌芽，而且風險相對比較高的領域。這裡面包含了醫療保健、金融、網絡安全，甚至還有實驗室管理。雖然目前的使用規模還不大，但這些領域的共同點是，一旦出錯，那個後果可能會非常嚴重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在醫療領域，一個錯誤的診斷建議；在金融市場，一個失控的自動交易指令，都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。這也正是未來 AI 自主性與風險擴張的前線地帶，是我們需要密切關注的地方。經過前面一連串的調查分析，我們終於來到最後的總結階段了。讓我們把報告中的所有發現轉化成對未來發展有幫助的具體建議。報告提出了3大核心建議。第一，我們必須大力投資在部署後的監控機制。光是在實驗室裡測試是不夠的，因為真實世界的人機互動模式，只有在實際應用之後才能觀察到。第二，產品開發者在設計 AI 工具的時候，應該要把方便用戶監督當成一個核心功能，而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批准按鈕。第三，模型的開發者應該要持續訓練 AI， 讓它能夠更好地識別自己的不確定性，並且在需要的時候主動求助。就像我們前面看到的，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內建安全機制。這一句話可以說是整份報告的精髓。它重新定義了我們對於監督的理解。真正的有效監督，並不是要回到過去那種巨細靡遺的微觀管理，而是要確保當事情可能出錯的時候，你是有能力、有工具、有資訊可以及時介入的。這是一種更成熟也更高效的協作模式。所以這份報告告訴我們， AI 代理人的自主性正在快速提升，而人類的監督方式也正在從控制者演化為引導者，工作的本質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。那問題就是，你準備好迎接這種轉變，學習如何與你的 AI 夥伴一起進化了嗎？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， AI 代理人正在從一個被動的工具進化成我們主動的協作夥伴，我們的角色也必須從控制者轉變為引導者，學會放手，但同時也要知道在關鍵時刻如何介入，這就是未來人機協作的真實樣貌。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，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、加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